苏俄武器丑爆了！火力军作为一个曾经受到蒙德里安教育、具有强迫症的军事爱好者，实在无法忍受苏俄武器丑学至上的原则。米格24、苏47、T35、球形坦克，苏俄的这些武器哪个能看？火力军恨不得把它们挨个都切得整整齐齐。苏俄武器为什么会这么丑？本期视频将会从各方面解读，有战机、军舰、坦克、枪械。诸位老板请带好瓜子饮料，我们的视频现在就要开始了。不知道大伙有没有发现，俄罗斯和美国的武器其实从最开始还是很像的，只不过从二战以后，俄罗斯的科技树好像就开始长歪了。如果我们用现在的眼光去看待美俄二战之后武器的研发，去看待美俄二战之后武器的发展，我们就会发现，俄罗斯始终遵循强大的火力和装备数量制胜的原则。所以，俄罗斯各类型武器装备在火力、数量等方面是有优势的，而美国所追求的则是快速反应和成员生存的原则。因此，美军在装备上更加强调科技集成和战地环境的适应性。那问题来了，虽然他们都各自遵循自己的胜利原则，但这也不是俄制武器越来越丑的原因呢。俄制武器为啥会这么丑，一眼就能被认出来？为什么会与美制武器走向不同的发展道路呢？我们先从火力军最喜欢的战机上讲，你们对苏联都是什么印象？以弹治天下，导弹天下无敌，但苏联其实是有空军的。他们在卫国战争中对战机的定义就是可靠、易于制造和大规模量产的消耗品，所以你会发现苏联战机都是一次性的。苏联自从撞大运搞到了罗罗公司的尼里发动机后，它的航空业就一发不可收拾，在喷气技术上的大跃进，几乎眨眼之间就和美英等老牌航空强国平起平坐。像米格15、17就凭借垂直机动性能碾压佩刀战机，米格19能依靠强大的推重比能去欺负 F100。美国一看这可不行，作为二战后的第一超级大国，怎能容忍有人在我的头顶拉屎呢？就下决心要走粗犷的并行式研发路线，靠空军100系列和海军个位数系列去堆产量，迭代优选出能碾压苏联的战机。当时美空军的 F104、F5 和美海军的 F3H、F9F 似乎大有以导弹制胜、强调速度的倾向。苏联看见后挺稀罕的，也就跟进了这两点。这时候美俄的战机都还相差的不多，但是接下来他俩就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苏俄战机之所以丑，是因为苏联从苏15开始就在截击机领域与美国分道扬镳了。美国在部署了横贯北美洲的3线 Siger 防空系统后，思路就发生了转变，开始大力发展战术空军和洲际导弹。而苏军此时还深受50年代被美国侦察机如入无人之地的前耻影响，卯足了劲儿继续研发截击机平台，导致苏联战机逐渐截击化。所以之后冷战期间，美苏的一系列的战机，他们的对标目标都截然不同。美国造的战机主要针对的是苏联的战略轰炸机部队，苏联造的战机却是朝着针对敌空优机去的，造出了一系列的反某某战机。所以苏俄制战机就越变越奇怪，像米格21，驾驶员就不像是在开飞机，整个一胯下火箭，见机就撞。另外，自从初代喷气被米格15一统江山后，苏联就骄傲了，设计战机的思路一直局限在机波锥机头进气构型上，直到可调斜坡问世很久才反应过来自己好蠢。除此之外，苏俄战机另一个丑的原因是双发战机的比重。在4代战机市场中，像 F-16、鹰狮这样的单发战机虽然有一席之地，但终究难胜任大国主力。苏联在米格23之后，虽然在单发领域多有尝试，却终究把主力机牢牢定位在重型双发战机上。其中的道理需要多角度考虑。俄国战线宽广，单发机很难兼顾到截击任务，而苏俄的航发好不容易在R35达到涡喷天花板 G79 的水准，涡扇时代以来又落后 F102一步，加上单发机会加大推力上的劣势，因此苏联充分利用后发优势，米格29成了当时能做出的最好选择。所以呀，
苏俄战机在米格29和苏27之前都是人肉导弹，个个都长得十分怪异，要多丑有多丑。但在米格29和苏27之后就变得好看，而且是世界公认的好看。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战机丑，除了刚才讲的原因外，如果从经济和技术上讲，是因为苏联二战后的3次改革实验，它把苏联整个工业体系拆分到了各处，造船业在乌克兰，信息产业在白俄罗斯，航天工业在哈萨克斯坦。苏联还在时，整个体系就像台机器，能严丝合缝地运行。但是解体之后，苏联就碎了一地，原本成熟且完整的工业体系都各自分家，俄罗斯只继承了大概70%。不要以为这继承了70%就是大头。要知道，军工体系是个涵盖 N 个门类科学的复杂系统，系统可不是分大饼，大饼分完还是大饼，一人一块还能吃。系统分了，整个体系就垮了。拖拉机拆走发动机，还能推着走就不错了。再加上经济萎靡，导致军工长期失血，技术与人才流失严重。当时的科研投资只占总预算的 0.5%， 军事研究和发展费用直接砍了 75%， 每年生产的战略导弹从115枚降至10枚，坦克从1600辆下降到5辆，战机从470架降至20架，企业也是成百的倒闭。4家核潜艇工厂就有3家停工，百家导弹、火箭企业全面停产。这一倒闭，科学家吃不饱饭，都纷纷出国谋生存。在上世纪90年代初，每年都差不多有10万名科学家和科研人才流失海外。俄罗斯工业方面的人员培养直接出现了可怕的断层，所以苏联没钱，炼钢技术又不行，就只能造出那种丑陋的战机。这时有人会问，火力军为啥后来又变好看了呀？而且感觉差别也不是很大呀。那是因为俄会抄作业呀。之前火力军说了，差距大是因为技术不行，没有科技人才。但到了现在，虽然技术和人才仍比不上美国，但也在一步一步的追赶。而且现代俄国人的战机设计思想也已经发生了改变。就像当年西蒙诺夫设计的 T-10， 要求全面超过 F-15， 但到了现在，苏57已经不要求所有技术指标全面超过 F-22， 而且美俄5代机都是按照 4S 标准执行的。因此，苏霍伊设计局在设计苏57时，大量参考了 F-22的设计思路，特别是大大加强了一直都是俄罗斯弱项的控制和雷达系统，更加强调中距空战。扩大雷达探测角域，装备了季赫米洛夫研究所设计的 N036 雷达，能发现400千米以外的目标，同时跟踪30个空中目标，并向其中8个发起攻击，并且在机身外形上应用了独一无二的主动和被动雷达和光学定位系统，实现了智能蒙皮功能，更加注重了隐身与机动性的平衡。机动性能更加优异，这也是为什么苏俄战机变得好看，美俄战机变得相似的原因。那后来的美俄战机在设计改进上都有哪些分别和特点呢？首先，在功能上，美国偏向的是以空制地。像经典的 F-15战机，为了适应美空军的作战思想，开始了一系列的魔改，重量是越变越大。尤其是 F-15A， 最初想着是为了制空设计的，并且宣称飞机上没有1磅重量，是用于对地攻击的。但打脸就是来的这么突然。经过一段时间的验证，只有空战飞机够优秀，对地攻击也不是事儿。于是就有了 F-15E， 最大起飞重量从 A 型的 30.8 吨增加到了 36.7 吨，飞机空重也从 12.5 吨增加到了 14.5 吨。你看是不是 F-15E 更像是一款战斗轰炸机了？但它仍叫攻击鹰。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期间， F-15E 经常在夜间搞偷袭，其作战效能要比 F-16好得多。而对于俄罗斯则注重空地一体。苏联还在的时候有钱，研制的战机都是一机专用，各类型飞机分工十分明确。而现在俄空军就没能力维持大规模的专用的机群。从经济上讲，俄必须考虑效费比，对战机进行多用途改装，缩小规模。俄制4代机就是按照思路去搞的，既保持了原有的空战能力，又增加了对地攻击能力。
比如苏27基础上衍生出来的苏30和苏35都是此间高手，在重量和武器载荷增加的同时，又保持了如苏27一样的机动性。它俩拥有推力矢量发动机，更是让它们的机动性和空战能力超过了专业的制空战斗机。这就是美俄之间战机在设计思路上的区别。其次，在技术上，美国抓的是战机的隐身性，而俄罗斯深受苏联解体的影响，更加强调战机的机动性和敏捷性。好吧，不装了，就是电子方面技术不行。看看美国现役的战机，都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融入了隐身技术，要么是涂抹吸收雷达波的材料，要么就是直接修改机体结构。像海湾战争中的 F-16就进行了准隐身改装，在座舱盖上镀金属膜，在机翼和尾翼前沿、进气道口等部位补锡箔涂料。通过这些措施，直接让迎面雷达的发射截面积从原本的5平米减少到1到2平米。还有大黄蜂不仅涂锡箔材料，还对进气道进行了隐身设计，使其雷达发射面积约为2到3平方米。两者都是经过一定的隐身改装，增强了这两种机型对地攻击突防时的生存能力，使其能在未来与联合打击战斗机配合作战。从技术上体现了美军的空中打击作战思想。俄罗斯造战机就体现一个字儿：快。只要速度够快，就没有抓不到、躲不掉的敌人，就是机敏至上原则。比如苏27和米格29系列的各型号战机都具有优异的机动性和操纵性。为了提高战机机敏性，俄设计局的做法是对原型机进行了较大的启动结构改进和换装发动机。在苏27基础上研发的苏30和苏35就是这样，都在原来常规布局的基础上采用了3翼面布局，换装了新的数字式电传飞控系统和推力矢量发动机。它们的空气动力性能，如大迎角条件下的过失速机动能力，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水平。从高机动性提升到超机动性，即使是苏34这样的重型战斗轰炸机，也采用3翼面布局，使其具备了高于一般对地攻击机的机动性，能够进行自卫性空战。最后的区别就是美俄对一机多型的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美国有技术有能力，对于新战机都是在原有型号上逐步改进的，重点改进机载设备和软件系统，这得益于美国先进的计算机硬件技术。其关键机载设备像火控系统什么的，都是直接采用的模块化设计。这以后只要研究出更优秀的部件，就能直接抠出来换上，提高战机的作战性能。而且这样做还能避免改进战机机体结构等复杂技术问题。只要对机载设备升级，就能达到控制战机性能的目的，见效快，风险小。我们见到美国机型多的战机基本都是这么搞的，还是 F-16的 AB 型和 CD 型，不仅性能差别超级大，而且美国还根据出口对象国十分贴心地对相同型号采取了不同配置，让同型号之间的性能产生了巨大的差异。像出口给台湾的 F-16AB 型，其机载火控计算机就采用的是 F-22战机火控系统的处理器，运算速度直接是原来的10倍以上，而且能够发射 AIM-120空空导弹，其能力与 CD 型相差无几。而且台湾近期还签的 F-16升级 F-16V 项目也是这样的操作。到了俄罗斯，他们的战机更像是几世同堂的爷孙，体现了机族化的概念。说白了，就是在一款战机的基础上，根据不同需求发展出不同用途的机型。各型号之间都有血缘关系，具有一定的共通性，能在不改变机体机构的情况下，相互之间能进行移植设备和发动机。而且俄罗斯的战机基本也都做到了空海通用。在设计陆基原型机时，就已经考虑到航母舰载机的需求，只要在陆基战机的机体上更换舰载机设备，就能成为舰载战斗机。苏27和米格29就都具有舰载机型号，其结构和设备差别不大，都能在一条生产线上生产。如果说苏27是爷爷，那苏30、苏35、苏34就是爸爸，那谁是孙子？自然是苏30的亚改进型了。可以说，俄罗斯的战机是个子孙满堂的现象，这也是现代俄战机的型号总让我们觉得比美战机型号多的原因。天上飞的搞完了，再来看看美俄武器中差异最大的类型吧。没错，就是军舰。
基本上看不见舰艇悬挂的旗帜，火力军就能够准确无误地做出判断。他们的军舰中最显眼、最能反映美俄海军舰艇外观差异的，肯定要看航空母舰了。美海军航母上会配有大量各式各样的舰载机，其中能干架的就超过2/3以上。像曾经参加过海湾战争的肯尼迪号，就能搭载一支航空联队，各类飞机85架，包括 FA-18 大黄蜂攻击机、EA-6B 徘徊者电子战飞机、E-2C 鹰眼预警机、S-3海盗反潜飞机等等。再看俄海军的航母，舰上搭载的飞机不但数量和类型比美军的少，而且只有少量舰载机具有对海攻击能力。像库兹涅佐夫号舰上的米29、苏25、苏27以及卡27直升机，只有苏25具有对海攻击能力，你说惨不惨？除此之外，美俄航母另一个区别就是在防御性武器上，像美国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只有3座8连装海麻雀中程对空导弹发射装置和3座6管20毫米密集阵近程武器系统。但是到了俄航母上，我们除了看到大量电子对抗设备、空中警戒相控阵雷达和防空武器等防御性武器外，还可以看到在美航母上根本找不到的远程反舰导弹。比如库兹涅佐夫号的飞行甲板下面就藏有12枚 SSN-19 垂直发射的反舰导弹。另外，库兹涅佐夫号还有2座 RBU-12000反潜火箭发射器，这些都是在美航母上找不到的。究其原因，火力军认为还是美俄两国对航母本身的认知和使用上存在很大差异。在认知上，美国一直受到马汉海权论的影响，很早就把自己的眼光放在了广阔的海洋上，力图凭借自己强大的国力建立一支具有远洋进攻能力的蓝水海军，而航母就成为了美海军的核心力量。而当时的苏联明显就是陆权国家，对制海权都不上心，认定航母就是一个装满鸡蛋的篮子，一发导弹下去它就得沉。到了70年代中期，苏联海军老大戈尔什科夫才反应过来，开始建造自己的航母，打算从近海向远洋发展。只不过在使用上还是有很大差异。美海军觉得航母的舰载机是海上作战的主要攻击力量，应该大力发展，主张在舰载机的活动范围内将敌人消灭干净。航母本身不应该冲在最前面，应作为一个浮动的基地。因此，在美海军的航母上，仅只配备了少量必要的防空导弹和反导武器，用于自卫。而俄海军深受苏联的影响，同样是以弹治天下的理念，认为反舰导弹才是海战中的主要进攻手段。航母在海上作战的基本任务应该是用来防御和搜索敌机的。因此，俄航母不但像其他水面舰艇一样具有很强的防御能力，而且还具备了发射反舰导弹的能力。俄航母上的舰载机在海上作战任务中，只是用来减轻己方空中压力，以便能更好地完成发射导弹的任务，而不是用来攻击敌方舰队编队的。正是美苏海军指导思想的不同，不仅反映在了航母上，而且在双方的巡洋舰、驱逐舰、护卫舰等水面舰艇都反映了这个情况。美海军的巡洋舰、驱逐舰、护卫舰一般都不会单独行动，而是以航母战斗群的形式出现，所以对他们不过分要求全面作战能力。像美海军的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主要就是用来干防空和反潜的活，所以在反舰作战中能力比较弱。再加上美海军的电子技术本来就很强，所以美海军水面舰艇的武器数量相对较少，整个舰艇看起来比较简洁。而俄海军就不一样，如果美海军是群体作战，那俄苏海军就是单刀直入，强调的是海上独立作战能力。他们自知对美海军的作战不占有空中优势，因此为了有效对付航母战斗群，就特别加强了海上作战的各种能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俄水面舰艇个个都膀大腰圆，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武器和电子设备。像基洛夫核动力导弹巡洋舰就是如此，直接武装到了牙齿。它拥有对海、对空和反潜作战武器，以及指挥、控制和通信系统。
在首甲板的下方有20个导弹垂直发射装置，可以发射 SSN-19反舰导弹，能对敌人进行饱和式打击；12个用于发射 SAN-6舰空导弹的垂直发射箱，2座双联装 SAN-4舰对空导弹，4座6管30毫米加特林全自动火炮，1座单管100毫米和1座双管130毫米全自动对海对空两用火炮，共同担负防空作战任务。除了这些之外，它还装备有与基辅级航母相同的反潜设备，1个巡洋舰与航母装备相同，俄海军简直离了个大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觉得苏俄制军舰个个都像缝合怪、多面手，越来越丑的原因。把普通舰艇当航母用，估计也就苏俄能想出来了。同样的，因为指导思想、科技、经济以及战后的3次改革，丑陋不仅出现在了苏俄的战机和军舰上，它同样也出现在了坦克的身上。2战结束后，苏联是当时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2强国，和美国冷战争霸长达数十年。在70年代的巅峰时期，苏联一度在战略态势上压倒了美国，迫使美国不得不采取战略守势。整个欧洲都在苏联钢铁洪流面前颤抖。巅峰时期的苏联有多强？从基础实力看，苏联人多地广，最主要的是当时的苏联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尤其是油气资源最为丰富，曾是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国。在70年代，靠着卖石油都让苏联国力走向了巅峰，真石油大亨。从经济和工业上看，苏联还是当时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2大经济体和工业强国，在重工业方面甚至超过了美国。鼎盛时期的苏联经济总量接近7000亿美元，是美国的60%到70%，其财政收入和军费开支和美国不相上下。当然，这是建立在穷兵黩武基础上的。苏联在水泥、钢铁、石油等部分工业和原材料产量方面超过了美国，位居世界第一。1978年，苏联的钢铁产量达到 1.5 亿吨，比当时的美国还多了1半。可见苏联强盛时工业水平可不是盖的。小伙伴请注意，重点来了。如果从军事方面来看，苏联的军事力量不输美国。苏联拥有300多万常备兵力，预备役部队超过2000万，拥有6.5万辆坦克和7.5万辆装甲车，火炮2.9万门，陆军实力世界第一，当之无愧。它的钢铁洪流甚至让整个欧洲颤抖。海军方面，苏联海军拥有舰船1000余艘，其中主要水面作战舰约200艘，核潜艇100多艘，海军实力位居世界第2。世界各大海域都能看到苏联舰艇的身影。空军方面，苏联的空军也不弱，拥有各类飞机近10000架，其中仅远程轰炸机就有700多架。此外，苏联还拥有强大的导弹部队和核武器，巅峰时期的核弹数量高达45000枚，足够摧毁地球数遍。我们海军、空军讲完了，现在就把陆军坦克单拎出来讲讲。苏联此时主战坦克型号主要有 T-64、T-72、T-80。苏坦的设计思路是质量均衡、数量取胜，这也是玉米晓夫敢放出覆灭欧洲狂言的原因之一。苏联当时的坦克数量是远超德国的，而且苏联坦克的质量也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拉胯。或许德国动物园系列的坦克比苏坦火力强、防护好，但是苏坦一言不合就是几个近卫坦克师的冲锋。德国动物园糟糕的后勤和产量肯定是遭不住的。而此时的美国纯的氪金玩家，美国此时属于什么都搞，什么都有，什么都不差。苏联的多炮塔 M3 了解一下，德国重坦 M60 了解一下，苏德中坦谢尔曼了解一下，意大利轻坦斯图亚特 M3、M5 和 M24 了解一下。美国算是当时质量和产量平衡把握最好的国家，不像苏联和德国固头不固定，唯一缺点就是没有什么坦克兵团本土作战的战役，也就谢尔曼是第一种双垂稳量产坦克，算是一个亮点。所以美国一直都不满意自己的坦克，直到第3代 M1 系列主战坦克出现，才成为了美国陆军真正想要的梦想坦克。
M1系列主战坦克通过在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优异表现，树立了美国主战坦克的技术先进、美国军事实力独步全球的形象，并且因为以俄制装备为主的伊拉克军队的惨败，还导致俄制装备产生信任危机。那是俄制坦克不如美制坦克吗？不是哟。美国虽然是超级大国，拥有雄厚的工业实力，军队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不仅规模大，而且装备水平高，但是其主战坦克的发展只能说是后来居上。3代主战坦克也不过3种型号，远不如其冷战的对手苏联多。这也是为什么欧洲惧怕苏联的钢铁洪流，直到 M1 主战坦克出现，才让美国主战坦克达到了世界顶级水平。俄制坦克丑和战机军舰的原因大致类似，没钱没技术，单量打不过，自然会选择以量取胜，这才有了钢铁洪流。俄制坦克与美制坦克的区别，具体到细节上，首先是在外形和重量上，俄制坦克和美制坦克的设计风格就完全不同。为了降低被敌方武器命中的概率，俄制坦克一贯的设计风格就是尽量让坦克外形低矮，结构紧凑，这也导致坦克内部空间狭小，舒适度极低。比如 T-72服役时对成员的要求是个头一定要小，一般不超过 1.7 米。反观当时的美国 M60 主战坦克的高度都超过了3米，难怪美国大兵要自嘲，我们是世界上最高大的坦克兵。这外形和体积小，也导致俄制坦克的重量一般都比较轻，像 T80 基本型的战斗权重只有46吨，而美国的 M1A1 轻轻松松就超过60吨。而且俄制坦克为了减轻重量，也是绞尽脑汁的想办法，比如俄制坦克长期坚持采用重量轻的单销式履带，而不是西方坦克的双销式履带。尽管设计师知道后者的性能要强于前者，也没有进行改变。另外，从2战开始起，俄制坦克就十分重视打造良好的防弹外形，因而我们可以轻易地发现，冷战时期的苏军坦克无论是哪种型号，车体和炮塔的各部位从正面看倾角都特别大，这相当于增加等效装甲厚度并增大跳弹概率，但同时也压缩了车内空间。而对于西方坦克来说，一点都不担心，因为哥们儿材料好，不怕你打。比如美国的 M1 系列和德国的豹2早期型的外形都比较方正，这样也利于保证内部成员获得充分的舒适度。其次是看有没有炮射导弹，电子工业历来是俄制坦克的弱项。西方坦克装备 GPS 和大量先进电子设备时，俄罗斯的坦克却还只有简单的高频无线电台。电子工业的落后也造成俄制坦克的火控系统性能不如西方的同级产品，以致命中率偏低。不过发展炮射导弹却可以保证精确打击。从上个世纪60年代的 T64 问世起，俄制第3代坦克就开始具备发射炮射导弹的能力。有了这门必杀技，苏联坦克就能在主炮射程之外精确地打击敌方目标，令对手胆寒。然而直到今天，欧美几乎没有具备此能力的坦克。实际上，美国曾对此进行过深入研究，比如在与西德联合研制的 MBT-70 及 M60A2 中，使用橡树棍炮射导弹，但最终放弃了这一计划，转而在坦克的精密远距离火控系统上狠下功夫。最后的区分就看有没有爆炸式反应装甲。爆炸式反应装甲对破甲弹有良好的防御力，现在可以在大量俄制主战坦克的外形上发现爆炸式反应装甲的影子了。然而，西方的所有现役主战坦克在加装附加装甲时，几乎没有一款安装爆炸式反应装甲，因为反应装甲形成夹层空间，可有效防住破甲弹的射流，效果好于复合装甲，但在防动能穿甲弹方面根本不起作用。其次，欧美坦克普遍重量很大，比如美国 M1A1 坦克，如果安上反应装甲，估计会上到接近80吨，机动行驶能力会大打折扣，这就是美俄制坦克的区别，同时也是火力军能一眼认出俄制坦克的原因。最后再来看看陆军步兵的武器，你瞧，在2战期间，美俄的枪械武器还是很像的，美制的 M1 卡宾枪和前苏联的莫辛纳甘。
单看外观还以为是从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对呢，但是后来经过了一个二战，情况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就拿冲锋枪来说，当时美国用的是汤姆逊冲锋枪，苏联用的是波波沙冲锋枪，德国用的是 MP40 冲锋枪。你把这3个家伙放一块，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波波沙来？没办法，谁让它的弹鼓那么有特点？波波沙之所以会被设计得这么丑，是因为当初德国人先一步搞出了 MP40， 在苏德战争中都快把苏联士兵的屎打出来了。当时苏联士兵手里拿的莫辛纳甘就跟烧火棍差不多，只能挨打。苏联一看这不行，再这样下去老子要输呀，于是就在较厚的德军武器装备的基础上搞出了波波沙冲锋枪。所以当时苏联人的武器都充满了浓重的德国味道，但却没有德国人武器质量优先的特点。波波沙第一感官就是丑，和美国当时秀气素有打字机称号的汤姆逊冲锋枪完全不一样。因为此时的苏联都差点被团灭，谁还管颜值呀？只要火力够猛，好制造，能打退德军，就给我玩命的制造就可以了。所以苏联人搞出来的波波沙冲锋枪造型十分糟糕。不过结局对苏联来说是好的，苏联获胜，纳粹德国失败。苏联至此仿佛开了窍，开始走在了武器粗糙的大道上。当然，波波沙冲锋枪超大的弹鼓的设计让它的故障率非常高，再加上苏联所在的地方本来就冷，弹鼓一遇到水就会上冻卡壳，为此当时的苏联士兵可死了不少。所以在二战末期，苏联就开始逐渐设计故障率低、火力强的武器。有些人可能猜到了，没错，苏联人最喜欢的 AK-47 诞生了。这把武器在研究时已经是战争末期，它秉持的理念就是故障率低、火力强大，并且要能无脑产。毕竟苏联是真被打怕了，要是再来几次卫国战争，这谁也顶不住呀。于是卡拉什尼科夫老爷子大脑一动，想了一下，要想故障率低还能无限量产，那我就让 AK-47 的构造足够简单，没有了复杂的构造， AK-47 绝对可以成为世界上最简单粗暴的步枪。因此到了最后，好生产、故障率低、便宜皮实等词儿就成了 AK-47 的代名词。AK-47 可以说是专为接受过基础教育的应征入伍士兵使用而设计，非常适用苏联严酷的条件以及步兵的大规模前进，而且生产成本低廉，操作也十分简单。反观美国，二战时除了珍珠港让日本给偷袭了，本土就没受到别的伤害，所以美国只需要一把冲锋时火力强悍的枪就行了。再加上 AK-47 定型那年正好美苏冷战爆发，这2个超级大国便在多个领域都进行了对抗。因此在 AK-47 出现之后没几年， M16 也就出现了。 AK-47 和 M16 相比较，绝对是2个相对极端产物。 AK 坚固耐用、较重、易于使用，精度适中，可发射强大的弹药筒，几乎无需维护就能保持其功能，并且它的生产成本低廉。相对的 M16 重量轻，易于使用，非常精确，可发射快速、中等功率的子弹，需要定期维护才能保持其功能，并且生产成本更高。他们的对抗就发生在越南战争上。在越战中，美国大兵在 M16 的使用中吃尽了苦头。在丛林环境下， M16 抽壳失败的问题非常严重，驻越美军那是天天给上头发电报，让送点清洁工具过来，用于保养枪支。前方打着仗，这边还在保养枪支，这不是扯淡吗？所以在越南战场上，美国大兵只要缴获了 AK 枪械，直接把 M16 扔了。M16 出现这种问题，实际上反映的是美国制式武器过于精密，导致了武器必须要经过复杂的保养才能使用。如果大家留心就会发现，在世界军火市场中，购买 AK-47 的买家大多来自于中东地区的国家，他们都不买美国生产的步枪。最大的原因就是美国生产的步枪过于精密，不好保养，损坏一点都心疼，所以他们更愿意去相信保养简单、便宜皮实的 AK-47， 坏了也不心疼。但要是让火力军在 AK-47 和 M16 上选择，火力军还是会选 M16， 因为它的标准化模块化设计是 AK 所没有的，它可是枪支世界里的乐高工具包呀，谁会不喜欢呢？这时我们再回头看美制、俄制的武器，你就会发现他们已经在武器设计上出现了绝对的差异，
一个是注重简单粗暴批量生产，另一个注重精密复杂稳定性能。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区别，除了刚才讲的历史战争因素外，从小方面讲，就是卡拉什尼科夫和尤金斯通纳设计理念不同。他俩一个曾经的坦克指挥官，一个曾经的直升机驾驶员，一个大部分靠运气设计，一个曾入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学习，对武器的概念理解不同，就设计出了这2款不同的武器。但不可否认，无论是 AK 还是16，都已经成为了最经典的步枪。如果从大方面讲，除了美苏冷战的爆发之外，苏联2战后的3次改革实验直接给自己整没了，经济变差，军工能力下降，自然会更偏爱经济、便宜、耐用的武器。怎么样，搞懂了吗？美俄乃至欧洲，他们的武器装备之所以不同，是受到了历史、战争、思想、经济、科技等多方面的因素影响。不是俄制武器越丑越强，是他们的思想、科技让他们只能这么造。其实我们在平时只要留心各国武器装备的变化，就可以去大致判断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就像 AK-47 是不是就伴随苏联解体越变越丑，越变越廉价呢？您不妨可以去试试。好了，火力军已经将自己的观点说了出来，肯定会有片面的地方，欢迎您来指正。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